底特律变人的情节正在慢慢成为现实，不是科幻，不是玄学，是刚刚登上 Science Robotics 封面的硬核研究，是在电脑里活起来的果蝇大脑，是连神经科学家自己都开始坐立不安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我们把你的860亿个神经元完整复制进计算机，那个数字版的你还算是你吗？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聊3件正在同时发生的事。你知道，人类盯着一张差一点的机器人脸，需要多少毫秒才会感到浑身不对劲？答案是39毫秒。这就是恐怖谷效应的核心。机器人外表越接近人类，却又差那么一截，我们的大脑会触发强烈的排斥感，比看到一具蜡像还难受。这道心理坎横在机器人行业前面几十年，无人跨过。但同济大学博士、首行科技创始人胡宇航偏偏选择从这里突破。他的逻辑很反直觉，大多数人形机器人走的是功能优先路线，会搬箱子，能焊接，可以送货，够用就行，长什么样不重要。但胡宇航认为，脸才是人机交互最核心的接口。你愿意向一张钢铁面孔倾诉烦恼吗？显然不会。难点在哪里？人脸有超过40块独立肌肉，能组合出数千种细微表情，每一个微表情背后都是神经信号的精密协调。单靠硅胶皮肤贴上去远远不够。胡宇航的突破口是从嘴唇切入，他的团队设计了一套10个自由度的唇部驱动结构，藏在可快拆的柔性硅胶皮肤之下。更关键的是，他们提出了一套叫做面部动作变换器的自监督学习框架。这个框架能让机器人对任意一段从未听过的语音实时生成对应的唇部动作，不需要提前训练，零样本直接上。2026年1月，这项研究登上了 Science Robotics 开年第1期封面。这是胡宇航读博期间发表的第3篇顶级子刊论文。胡宇航走的是从外往里的路，先把外壳做到极致，再逐步赋予感知与情绪。而有人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先停1秒，想想这个问题：如果把一个生命体的所有神经连接原封不动地搬进电脑，它还活吗？2026年3月，美国公司 In Systems 给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沉默的答案。他们将一只成年果蝇的 12.5万个真实神经元，连同其间约5000万个突触连接，原封不动地迁移进了虚拟物理引擎。没有写任何行为代码，没有训练任何 AI 模型，没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动。然后这颗数字大脑驱动虚拟身体开始自主走路、梳毛、觅食，与真实活体果蝇的行为相似度 95%。 注意，这不是 AI 模拟果蝇行为，不是让算法学习果蝇的动作规律在复现，这是果蝇本身的神经逻辑在运转，只不过基底从碳基细胞变成了硅基芯片。更震撼的是涌现行为的出现。科学家没有写如果出现糖就伸展进食管，这样的指令只是精确重建了神经元和连接。模拟一旦启动，行为自己冒出来了，信号在网络中流动，决策在电路内部形成，动作自然跟随，完全没有人预设脚本。这项研究真正的革命性在于，它第一次
实现了从感知到行动的完整闭环。数字大脑接收虚拟感官输入，自主发出信号，驱动虚拟肌肉，完成行为决策，全程零人工干预。此前的仿生研究，要么有大脑结构却缺乏躯体，要么有仿生身体却靠强化学习驱动，两边始终是割裂的。这次两者第一次真正连通了。当然，这颗数字大脑也有局限，神经元模型相对简单，缺乏可塑性。它能反应，但无法学习，无法形成记忆，能活，但没法成长。Even Systems 的下一个目标是小鼠大脑，7000万个神经元是果蝇的560倍，而人类大脑有860亿个神经元。路还很长，但方向已经确定了。等等，果蝇的12.5万个神经元是怎么被画出来的？这背后有一个很少有人注意到的前提工程。这项工程叫连接组学，也叫全脑连接图谱。大脑不是神经元的随机堆砌，而是一张极度精密的电路图。每个神经元通过突触与其他神经元相连，不同的连接方式决定不同的行为与认知。可以把每个神经元想象成一个人，每个突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条关系链。这张关系网的独特拓扑，决定了整个网络的性格、行为与能力。人类目前已完整绘制的物种是一条近乎枯燥的进化路线。线虫302个神经元，1986年完成；果蝇12.5万个神经元，2023年完成。下一个目标，小鼠7000万神经元，预计还需数年。人类大脑860亿神经元，突触连接超过100万亿。按照目前的技术速度，完整绘制可能需要几十年，但每一张图谱的完成，都在为数字大脑的诞生铺一块砖。胡宇航在复刻人类的外壳， Good Systems 在迁移生命的神经逻辑，而连接组学是这一切的底层操作系统。1950年，图灵提出了一个问题：机器能思考吗？这个问题统治了 AI 领域整整70年，但今天它名存实亡了。图灵的方法很简单，如果一个人通过文字对话无法判断对面是人还是机器，那这台机器就算具有智能，它被宣判死亡，不是因为机器还不够聪明，而是因为机器早就够了。当前的大语言模型在纯文字对话中早已让绝大多数人无法分辨，但没有人因此认为他们有了意识。更大的问题是维度变了。当仿生机器人拥有了与真人无法区分的面孔和声音，当果蝇的数字大脑以95%的相似度复现了活体行为，已经从文字蔓延到了外貌、声音、动作、神经结构的每一个层面。图灵测试问的是：说话像人吗？而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当一个存在在所有维度上都和人类无法区分，它还差什么？学界目前有2套替代标准在激烈争论。神经科学家托诺尼提出的意识整合理论认为，意识的本质是信息整合的程度，用废值量化，数值越高，意识越强。按这个标准，一只蜜蜂的废值可能高于某些 AI 系统。全局工作空间理论则认为，意识需要信息在大脑内形成全局广播，被足够多的神经区域同时处理，
才会涌现两套标准，方向不同，争论至今未有定论。而那颗数字果蝇大脑在运行的时候，是否也在进行某种信息整合？那95%相似的行为背后，有没有哪怕0.001%的感受？没有人知道。这才是最让人不安的地方。我们正在制造越来越像有意识的东西，但我们甚至还没搞清楚意识是什么。把所有话题推到极限，你会撞上同一堵墙。如果有一天，你大脑的860亿个神经元及其全部连接被完整复制进计算机，那个数字版的你还是你吗？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预测，2045年人工智能将超越人类集体智慧，届时意识上传将成为可能。这个预测的核心假设是，意识是基底无关的，意识不依附于碳基神经元本身，而依附于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模式和信息处理方式。把这套模式完整复制，意识就会随之迁移。如果这是真的，死亡不再是终点，而是一次迁移。你的身体消失了，但你的模式可以被备份、被恢复、被运行在任何载体上。但如果假设是错的呢？如果意识不仅仅是模式，还依赖于碳基神经元特有的生物化学过程，那个数字版的你不过是一个行为与你完全一致的副本，内部是空的，它感觉不到痛，感觉不到爱，感觉不到活着。哲学上有个词叫哲学僵尸，一个在行为上与你完全相同的存在，但内部没有任何意识体验。你怎么证明它不是僵尸？更极端一点，你怎么证明你自己不是？回头看果蝇 AI 那5%的差异，那5%究竟是什么？是建模精度的误差，是碳基神经元独有的生化过程丢失后留下的空洞，还是那5%就是活着这件事本身的重量？呼吁航从外往里，让机器长出了人类的脸。Eon Systems 从里往外，把生命的神经逻辑迁移进硅基世界。连接组学一笔一画，绘制着大脑的完整地图。图灵测试在崩塌，新标准还在争论。数字永生的大门正被人类用双手一点点推开。有人说，这是人类最伟大的时刻，我们终于开始理解自己是什么。也有人说，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因为在还没搞清楚意识是什么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开始制造它了。我没有答案，但我知道，底特律变人的故事背景是2038年，距离现在还有12年。